美軍真的從越戰以後到現在一點長進都沒有。這次最嚴重的是約旦的基地，這次約旦基地它可以命中3架 F-35，一次摧毀3架。絕對不是偶然事件。伊朗這次優先打的就是 F-35，將你串門者角色打掉之後，你就沒有辦法攻擊我的雷達站。3月份內是我們可以稱之它對美軍是報復性的攻擊行動。這次伊朗攻擊波斯灣地區美軍的基地，還有這個約旦空軍基地來講的話，我認為這個伊朗掌握戰爭的主動在做打擊。好，今天的美伊戰事，我們要趕快來看到伊朗的最新消息，這一場衝突又再次的升級了。他說呢，他打擊到了美軍駐約旦的基地，甚至摧毀了3架的 F-35戰機，造成了大量的美軍人員傷亡。那麼我們知道 F-35對於美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了制空的象徵。如果伊朗真的突破了防線，鎖定到F-35所在的位置，可以說就是直接撼動了美軍的空優神話。如果真的精準找到 F-35的位置，也代表說這當中可能伊朗是不是有獲得不管是在衛星偵察的能力、情報的滲透，還是有盟友在做支援呢？等一下請酈將軍來幫我們看。除了打到 F-35他宣稱的戰果之外，還有多名美軍人員來自於伊朗的說法有傷亡的情形。伊朗在多線的開戰，包括在約旦的基地遭到攻擊，也對海灣地區的這些各種設施來發動攻擊。當中其他涉及到的這些波灣國家還包括了科威特、巴林等等的據點都被打。那麼在這當中，目標從空軍的基地、雷達系統一直到後勤的設施，都是伊朗鎖定的目標。除了多線打擊，在海上也有了一個最新進度。伊朗它的這個攻擊點現在來到了地中海，埃及的地中海這邊了。2艘的天然氣船在遇襲之後是立刻爆炸，其中1艘船還是美氣的船。川普聽到之後氣炸了，他說呢，沒關係，這只是老把戲，接下來我們會好好的來痛擊伊朗，輪到我們真正可以出手了。而比較奇怪的事情是，中國在這個方面突然間有了他的一個角色。科威特證實說，在伊朗的一次攻擊當中，竟然擊中了中國大陸在當地的一間建築公司一間公司的建築造成1個人死亡。外界擔心說，為什麼會打到中國的這個企業去了呢？難道中東戰火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的安全區域的進入了這個新階段嗎？那麼我們來看看川普針對於中國的角色也蠻弔詭的。大家還記得嗎？昨天川普還特別強調說，中國大陸有提供400套的肩射飛彈給伊朗，怎麼他現在今天又在提中國，說要制裁多家中國的航運公司，原因是因為多艘的中國影子艦隊在暗中資助，買了伊朗的石油來資助伊朗的經濟，真的是這樣嗎？為什麼川普要說這樣子的一個話？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要先請教酈將軍怎麼看了。伊朗為何這一次把攻擊重點放在我們剛剛講的美軍的空優神話 F-35，還有美軍的基地？如果 F-35是在基地遭摧毀的話，代表說是否已經掌握了美軍的部署情報？那他選擇打 F-35是要打擊美軍的空優神話嗎？酈將軍怎麼看伊朗的戰術？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美伊這場戰爭，現在主動權已經完全是掌握在伊朗的手上。那伊朗的這一波的攻擊不是跟3月份那次不一樣，3月份那次我們可以稱之它對美軍是報復性的攻擊行動，但是我認為這次伊朗攻擊美軍的，包括到在波斯灣地區的美軍的基地，還有這個約旦這個空軍基地來講的話，我認為這個伊朗是主動在掌握戰爭的主動在做打擊。那他現在來講，你很明顯，他打擊有2個目標，第一個是能源設施，目的是在哄抬油價，造成全球的通貨膨脹，有利於他會來在談判桌上面跟美軍的談判。第二個，在軍事上面來講的話，他就打擊美軍的這種不管是雷達站或者是電子設施，波斯灣沿岸的美軍基地。那這次最嚴重的是打擊約旦的基地。這次約旦基地它可以命中3架 F-35戰機確實是這個非常的這種神奇哈。我怎麼講呢？第一個，我們要 F-35戰機是美軍的5代戰機哈，它是隱身式戰機，它所扮演的角色是串門者角色。也就是說，美軍如果要對伊朗攻擊來講的話，要實施空中的打擊，它一定是用 F-35先期進去到伊朗國土裡面，然後打擊伊朗的雷達站或者是導彈設施，然後將這個對空的武器都摧毀掉之後，
後續才是美軍的 B1 轟炸機啊，或者是這個 B52轟炸機才進去轟炸哈。大概整個美軍程序這樣，所以伊朗這次優先打的就是 F-35，我將你踹門者角色打掉之後，你就沒有辦法攻擊我的雷達站。那這次為什麼可以這麼遠打到約旦基地的 F-35戰機？我在這邊跟各位報告哦，美軍真的從越戰以後到現在一點長進都沒有。你知道美軍在越戰的時候，他們的 B52轟炸機是怎麼被幹掉的嗎？被越共用什麼方法幹掉嗎？越共是要停在美軍的機場外面，扮成農夫，每天拿望遠鏡看，就看到 B52就固定停在那個停機坪。它固定停在那個機坪，它算好以後，好，你每天幾點鐘到幾點鐘，這架飛機就一定停在那個停機坪，然後它就在機場外面用一個60炮的炮管，它還不用腳架，它就炮管放在田裡面，然後那個角度方向都算好以後放在那邊田裡面，然後越共叫那個農夫啊，就在那邊種田那個農夫，然後你拿着3顆炮彈，幾點幾分的時候，你把這3顆炮彈丟在這個洞裡面啊，然後那農夫就過去咚咚咚，就3發炮彈過去以後。這個就把那架 B52炸掉了，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美軍在越戰的時候，他將他的 B52不敢停在越南，他停到哪裡？停到我們台灣的清泉崗基地。那這次是不是也是用同樣方法？我相信伊朗一定很精準的掌握到這幾架 F-35戰機固定的時間停在那個停機坪。他用什麼方式偵察到的？可能是用衛星啊，可能是用這個。地面上面，他們是不是有情報人員先期掌握到這幾架飛機就固定停在那個地方？然後什麼時間？因為你要知道導彈攻擊哈，這個從導彈發射，你不是說是一發射1秒鐘之後就命中目標嘛？這中間會有一段的時間差。我導彈射擊之後，那為什麼這架飛機剛好就停在那邊？它不會移開哈？那可見得它有及時的情報啊，今天可能停這邊，明天可能停什麼地方？那如果說要能夠得到即時情報，第一個是天上的衛星，我隨時可以看到這架飛機停在這個停機坪啊，或者是地面的這種滲透的先期滲透的人員在那邊用望遠鏡就看到這個飛機就現在正在停在那個地方，然後一個信號回去給伊朗的本土，伊朗這導彈就發射。所以你要看到一次摧毀3架，絕對不是偶然事件，不是這個瞎貓碰到死老鼠說的。飛彈過去，就剛好你這個飛機就這麼湊巧被打到。你說打到1架有可能，打到3架，那一定是很周密的作戰計劃，才很周密的周詳，從情報的獲得到時間上的掌握，到彈道的計算，都非常的縝密，才可以一次摧毀3架這個 F-35。我相信這摧毀這3架 F-35，是同一枚導彈擊中的，還是區分3枚？這當然後續來講的話，這就已經不是重點，重點是說伊朗可以。它的第一個導彈很精準，第二個它的即時情報非常的精確第三個美軍從越戰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什麼長進就跟當初越戰的時候被 B52被越共用農夫60炮就把你幹掉，道理是一樣的。好，所以從這一次伊朗攻擊這個F-35也可以看出，是不是伊朗在於它的導彈的精準度在大幅的提升？另外還有在衛星跟情報戰上面，是不是他們獲取情報的能力已經變得越來越強了？同樣的問題，等一下就 F-35請幹哥也來帶我們解析一下。那另外就是剛剛提到了嘛，伊朗它這一次的攻擊，它的飛彈還波及到了一間中企業，這件事情也是蠻奇特的，代表什麼樣子的意義呢？是說美軍周邊的這些基地已經沒有安全的地方了嗎？再來就是會討論到川普的部分了。最近一直在指控中國，先是說中國提供伊朗400套的這個肩射飛彈，又說中國大陸現在影子艦隊一直在資助伊朗的石油。那針對此，幹哥怎麼看？好，思敏，你會覺得說，美國的這些飛機，就像這個將軍講的，他們是蠢到不知道要分開放嗎？還是繼續擺在一起？為什麼？那就叫什麼？那就叫看不起你。你找不到我的東西，所以這一次會一次3架被命中。我覺得這裡面情報的錯誤有很大的問題。不過我現在要特別點出來 ，IRGC 也就是革命衛隊，他在今天的聲明裡面，他特別講到一句，沒有人會注意到這一句，叫做“感謝約旦人民”。是什麼意思啊？你怎麼會突然講這一句話？我把他聲明完全看完了，看到這一句，我就嚇一跳。感謝約旦人民的意思是約旦人民當內鬼的意思，是不是？
這就印證了將軍剛才講的，就是說他絕對是有什麼，他有地面的人在協助他，他才知道說這飛機在不在。我們不要打空包彈，我們打過去的時候必須要命中，對不對？所以如果說，就像我們現在也在分析說，究竟他是用一枚飛彈能夠擊中3架，還是他是用多枚啊？因為我們知道，像這樣子的距離跟準確度必須用彈道飛彈，而不是無人機可以輕易達到的。除非你給無人機最正確的目標坐標，不然的話，你說要這樣子能夠擊中它。而且它還附帶造成的設防的損失，而且有技術人員喪命，甚至還有軍官喪命。如果因為你要曉得，我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想，這有別於之前的攻擊行為。為什麼？因為你這次擊中的是 F-35，它不一樣，它的代表意義跟象徵意義完全不一樣。它不是擊中一般的預警機、加油機啊，不是這種東西。你擊中的是一架單價要1億2000萬美金的美國最先進的逆中戰機的時候，那我坦白講，情報工作就成功了，非常成功，而且一次能夠打中3架，不管這3架的毀損程度如何，請問美國中央司令部到現在為止，你們為什麼沒有反應？講話啊，到底有沒有打中你的 F-35？你要有回應嘛。你怎麼完全沒有反應呢？是不是你要默認了？還是說我們現在正在估計損失當中？所以你沒有直接否認。對，沒有直接否認，我就當作你是默認哦。你真的 F-35真的被人家飛彈打到，伊朗的飛彈技術是不是又提升了？還有他的情報工作是不是又提升了？還有到現在多久了？然後你都沒有反應。再來我們就要講了，你除了看這個東西技術提升之外，還打到了科威特的什麼的中國公司啊！天哪，怎麼會打到中國公司呢？那情報是不是出錯了？坦白講一句，這裡面就有蹊蹺了。他打中了中國的在科威特北部的一家公司，那一家公司可以看得到伊拉克，就是說，因為那個科威特跟伊拉克其實是接壤的嘛，所以說已經近到了可以這麼接近到可以看到科威特領土了。然後呢，在這次的這個飛彈攻擊之中，他們現在還不能夠確定是飛彈還是無人機，但有1名工作人員喪命，但是那1名工作人員好在不是中國籍，是尼泊爾籍的技術工人喪命的。伊朗現在可以打到科威特這麼遠的地方，又可以打到這個約旦的這個 F-35，那你這樣就已經開始心裡有點毛了。他竟然還打到埃及去了，所以川普才會講啊。老把戲，這怎麼會是老把戲？打到紅海了，天哪！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什麼？多面開戰，而且多面都能夠打贏，都能夠擊中目標。然後，但是川普現在顧左右右而言其他，說中國提供了400枚肩射飛彈，這些目標命中都不是肩射飛彈，也就是單兵攻擊武器可以打得到的，是長程彈道飛彈，或長程無人機。自殺無人機才能夠打得到的，所以川普你不要這個轉移焦點，然後你最後還罵了說是中國航運公司是協助伊朗的這個影子艦隊。我坦白講一句啦，中國要是真的是伊朗艦隊的話，你的證據都還沒找到，所以不要信口開河，就常常聽到川普這樣胡說八道。到底現在你們的戰損是多少？先講這個比較重要吧。好，所以現在伊朗它的戰略目標也非常的清晰，那它的戰法也非常的清楚哦。除了多線開戰之外，我們看到它的飛彈射程甚至是可以幾乎涵蓋整個波灣地區的，讓美國現在其實非常的緊張。所以最新消息我們看到，美國在停戰了5天之後呢，在昨天又在開始啟動了戰爭。這一次一狂轟就轟了2個小時的時間，打的是 IRGC， 也就是革命衛隊數十處的目標。好，這當中包括了有軍事指揮中心、飛彈、無人機設備。還有沿海監視、防禦、海上作戰的地方，造成現場滿目瘡痍。甚至呢，美方現在還提出了接下來要來做一個叫做14天的新戰法，要狂轟革命衛隊哦，包括了他們的這個重要的伊朗的補給線啊，要斷了他的這些陸運的運輸的樞紐等等。另外一方面，我們知道現在在紅海這邊同樣有第2戰線哦，包括了有也門胡塞組織跟伊朗在這邊開啟的第2戰線。所以呢，有一件事情也蠻有趣的。
的，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現在正式的推動，聯合了14國組織這個叫做海上防衛聯盟，一起響應來維護紅海，是不是他們不再信任美國可以保護他們了呢？那現在國防部證實說，包括了有土耳其、巴基斯坦、還有埃及、蘇丹等等的國家都支持這一項提案。苑老師怎麼看？首先是有關於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召14國的這件事情，你怎麼看？是不再信任美國了嗎？第二件事情是，這個川普說了，接下來要轟炸伊朗14天，而且他也轉向了伊朗的海陸補給線，他真的會去打嗎？這是一場新的另外一場的消耗戰嗎？苑老師怎麼看？我覺得這個講得非常非常明顯啊，因為那個大家發覺，剛剛我們將軍提到了這個伊朗化被動為主動，原來的話呢，這是一場不成比例的戰爭，現在伊朗主動攻擊，還宣布戰果啊，打掉的戰果。就是說是在卡達的話呢，就是有這個 F-35還打掉3架。那麼這個形勢上來講的話呢，大家已經非常清楚。那麼對於中東國家來講的話呢，有美國在中間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所以這裡面包含的國家，像吉布地的話呢，大家知道它是什麼東西嗎？它就是允許各國的軍事在那邊設施，是離的那個胡塞武裝非常近的一個地方，就是曼達群島的那個地方。那另外的話呢，像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的話呢，巴基斯坦联絡，跟巴基斯坦聯絡，其實就跟中國聯絡，那這就慢慢擴大。巴基斯坦、沙特跟這個伊朗之間，大家不要忘了，2023年有個在北京簽的北京協定，裡面也講到關係了。那麼這裡面說明了一個重點，就是說，那個中東的國家的話，加上土耳其也在中東裡面算是軍事實力比較強的國家。就是說，我們這個事情的話，有美國在只會更亂。然後伊朗這個態度很明顯，就是只要有美國在這邊的話呢，我們就幹到底。管你是什麼東西啊？那麼這個所以說他們要自己來解決自己這個問題，因為戰事不宜擴大，因為中東現在就是擴大，伊拉克、敘利亞，然後這個黎巴嫩南部，然後胡塞，然後再加上哈馬斯，那這個還得了，對不對？所以說這個問題。那現在剛剛我聽到將軍在講，說是美國好像從越戰以來都沒進步，我跟你講是退步，就連我哲學家都懂，因為這個打仗，我跟你講，心急吃不了熱豆腐，沒有聽過打仗說陣法呀，或者說是武力裝備，沒有先講說我只打14天，沒聽過給自己時間做限制的。萬一你到了第14天，你突然死了2個人，現在美國最近死了一個德州的女孩，又死了一個在夏威夷的男生，哇，國內抗議的不得了。所以川普這邊搞，我跟你講哈，一想這個就不對。什麼叫14天戰法啊？你如果是為什麼打了5個月了，已經打5個月，突然冒出個14天，我告訴你，140天都結束不了。就這麼簡單呢，對不對？大家就心裡了解。今天的美伊戰事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邀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答。第一個，美軍已經第13夜狂轟伊朗了，而且呢，這一次最新的消息是，他連他的 B-1B 的戰略轟炸機已經正式的下場了。但是呢，伊朗卻反手攻擊，包括了在美軍的基地，而且這一次不一樣的事情是，他獵殺的目標變成了這種高價值的軍事裝備。美軍火力全開能夠打垮伊朗嗎？還是會陷入一場泥淖當中，成為長期的消耗戰呢？第二件事情來看到，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伊朗反手打的是美軍最昂貴的裝備，當中有什麼呢？包括了防空雷達，還有戰機的機庫，一直到無人機，全面下手，打眼睛、斷翅膀的攻勢，真的能打垮美軍防線，出現破口嗎？最後等一下來關心到的2條能源命脈，從荷姆茲海峽到紅海，這個石油的價格可能因此狂飆哦，因為被掐住命脈，有沒有可能到$150一桶？美軍承受得起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做深度的剖析。這場中東戰火，美軍已經連13天狂轟伊朗了。來看到最新消息是來自於美軍的中央司令部說，第13波攻擊正式展開，而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 B-1B 的這個轟炸機已經正式的出動了。之外呢，投入戰場就是要來削弱，包括了伊朗在這個荷姆茲海峽對於商船的威脅。川普進一步放話說，接下來還有另外一波規模超級大的史詩級怒火的一個攻擊行動，他更是強調說，接下來如果他一聲令下的話，以色列會在2分鐘之內可以到達，並且以色列就會加入在戰場當中了。那麼《華爾街日報》也特別爆料說，中東目前呢，我們看到美軍早就已經部署好各式的
兵力了，包括數萬名美軍，還有超過10艘的軍艦，2個航母打擊群，甚至11艘的飛彈驅逐艦，還有這個我們看到的是海軍陸戰隊的遠征隊，都已經蓄勢待發，在中東地區。來看到伊朗的部分，立刻做的反擊，除了針對於約旦的美軍基地之外，還包括了在科威特，而它命中的都是這些高價值的目標。先來看在美軍的這個約旦的基地哦，它打到的是包括它的薩德飛彈系統、愛國者飛彈、2架重型直升機 F-15，還有10架的 MQ-9死神無人機。伊朗還說營區內有多人傷亡。科威特的部分包括了擊中1座電信塔、無人機、路邊的這一些邊境的通道等等，也同樣的，他說有部分的美軍人員受傷。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伊朗的戰略打的都是高目標、高價值的這些目標。節目一開始，先請教酈將軍怎麼看伊朗現在專門鎖定這種高價值的資產背後的戰略目標是什麼？你知道作戰指揮官最重要一件事情，要了解他的作戰任務是什麼。所以我們來講的話，當一個指揮官，首先你要知道說是本身的任務，緊接着下來，你才能夠做你這個戰術目標的選擇。那我們現在看看這個伊朗現在革命衛隊它的可能的作戰任務有什麼？第一個，它是不是在殲滅美軍的有生戰力？我不認為它在殲滅敵人有生戰力，它不是以把你美軍消滅打死幾個人或者怎麼樣，不是重點。那它的重點是什麼？它現在最主要任務是借着戰爭將美國陷入一場泥淖之中，以為什麼？以為他自己後續在談判桌上面爭取談判有利的條件，也就是說荷姆茲海峽將來是我要掌控到，這是他戰爭的一個最主要的任務，在這個最主要目標在這個地方，所以依據這個目標，他就做他的戰術目標的選擇。他現在要選擇什麼戰術目標呢？第一個我們講，第一個是他最容易達成他的任務的目標。什麼任務？什麼樣的目標讓他能夠達成任務？他不是去打美國軍艦，我打不到嘛，對不對？我就打你約旦的基地，打你伊拉克基地，造成你美國在這個地方大量的軍事的損耗，讓你美國疲於奔命，造成你國內民眾的反彈，將你美國陷於這場戰爭的泥淖裡面，拖住你的後腿，不讓你走，這是第一個。所以他選擇的目標，我們看他打擊的是約旦美軍的空軍基地。第二個，他選擇什麼目標來打擊？第二個就是對我危害最大的目標，打仗你一定要打擊讓你危害最大的這種目標將它消滅掉，不然它對你來講的話，之後會對你造成最大的危害嘛。那我們看到現在來講，你看看回頭去看，你檢視伊朗革命衛隊打擊的這些，是不是都是他對他危害最大？因為伊朗現在很明顯，他最擔心的是什麼？是美軍對他空襲。如果美軍我們不管是 B1B 轟炸機，或者是像去年的5月重錘用 B2 轟炸機，然後或者是說跟以色列聯手起來用這個戰鬥轟炸機，對他重要的橋梁、變電所來，或者是這個實施斬首作戰。所以第一個他要打他的空軍，那我自己又沒有空軍，所以我最先優先選擇什麼？一定是你防空雷達。所以你看到現在打他的是防空雷達，然後打他的是這個制空作戰的措施。制空作戰不一定要到空中開飛機去打仗哦，我叫你機庫打掉，我叫你跑道打掉，你就無法制空作戰。所以第三個，他有選擇的手段很明顯的，他用什麼方式來打？第一個遠程的，他用導彈來打；近一點的，如果說在無人機的射程之內，他用無人機來打。所以我從現在整個美伊戰爭到發生到現在，我個人認為說是不要小看伊朗這個國家，它畢竟是一個波斯古國，它有它的戰略構想。我們反觀，如果拿這個邏輯去檢討美國現在這場仗，是不是打得一塌糊塗？從頭你不曉得你在打什麼仗，你的戰略目標什麼？到底是要這個照他自己這個川普之前所講，是要這個解除伊朗的威脅，推翻他的政權，還是幫以色列鞏固以色列安全？沒有一個目標，你看不到他作戰任何目標，而且他的這種目標跟他作戰所採取的手段是不一樣。他作戰的手段用了什麼？去斬首作戰。對不對？去轟炸人家的發電廠，去打人家的橋梁，這就造成伊朗的民眾更埋怨、更痛恨了。那你沒有依據你的戰略目標來實施你的打擊範圍，所以我認為說是美軍如果跟美國跟伊朗從戰事發生到現在，很明顯看出來，美國來講是亂無章法在打一場仗。反而我們看伊朗，他如果說按照軍事邏輯來看的話，他有他的戰略目標，他有他的打擊手段，一步一步都按照他的作戰計劃
來實施來遂行。好，所以看起来伊朗整體來說是比較有戰略这個節奏的。那現在看起來，那美軍的防空系統的部分呢，我們剛剛也特別提到了嘛，建立了超過這個幾十年的最強防空體系，難道現在真的是被打破了嗎？那幹哥怎麼看？好，那最昂貴的就是薩德系統。薩德是終端高空防禦系統，就美國所有的系統裡面，大家認為愛國者是最耳熟能詳，對不對？可是薩德是真真正正那個要接受彈道飛彈攻擊的考驗的。那所以說，愛國者還不一定他完全要能夠遂行這樣的任務，因為愛國者是中高空，薩德是真正的高空，連這種系統都被伊朗給打掉了。我那時候在看這個新聞的時候，我心裡在想，我們不是有很強大的電子反制系統以及預警系統嗎？美國人最標榜的就是我在你要打我之前可能1個禮拜之前我就已經知道你會用什麼地方，會用什麼方式來打我，所以他的E3空中預警系統在地面上被摧毀了，那就很驚人了。然後他的薩德系統在約旦部署的，你知道一套薩德系統要多少錢嗎？都上百億美金的，一枚薩德飛彈幾乎就要達到了500萬美金的，所以大家曉得，連這種系統你都能夠被摧毀掉，這幾十年來美國標榜的系統好像一夜之間出了問題，他也不能說它失效，那他到底他怎麼會有這麼精準的坐標？我就直接想到哪裡了？我就直接想到，又是我們中國提供的技術資源了，一定是中國。它可能有部分俄羅斯的系統，但是中國所提供的系統一定是後面最大的支撐力量，不然你不能那麼精確的。我剛剛講約旦那些被擊中的美國的薩德系統，愛國者防空陣地，那另外還有2個地方啊，這2個地方你就覺得很妙啦，它叫做費塞爾國王空軍基地，還有一個叫哈桑王子空軍基地，這2個基地我們可能一般人都沒有聽過，結果他精準命中，命中以後他擊毀了一個 F-15戰鬥機的維修廠。你不是光打那個跑道，你要打到那個維修廠，那不容易。再來擊毀了8架 MQ-9死神無人機，這些東西加起來，我就覺得很疑惑，為什麼？因為這個叫精準打擊。依照現有的伊朗的彈道飛彈的精確度沒有那麼高，但你怎麼打得到？這就是我最懷疑的地方。所以現在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跟以前不一樣了。那你現在接下來再打，川普現在雖然經過了眾議院否決，說你不可以隨便派兵，結果後來參議院就說可以了，可以了。結果參議院否決了眾議院，你知道嗎？其實這些都是表面上的，這都是象徵意義。實際上，川普要做什麼，他用總統的命令還是可以做的。對。但是他現在發現這個損失好像很嚴重啊，能不能夠再發動他所謂的要讓伊朗更痛的大規模打擊？我真的很懷疑。好，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都是在空戰的部分哦，这個美伊雙方互轟。如果來看到，請這個苑老師幫我們看到海上的部分。其實現在我們要特別關注到的就是2條的海峽都被封鎖住，不管是我們先前提到的荷姆斯海峽，或者是曼德海峽。我們先來看到現在最新的消息是《金融時報》的報道，2艘希臘的郵輪，其實他們試圖要沿着阿曼的海岸通行，卻遭到伊朗的飛彈攻擊。這是美伊雙方停火之後第7次的第7艘船被攻擊的商船。那目前呢，伊朗到底放了多少的這一種小型的艦艇在荷姆茲呢？目前最新統計是創下紀錄85艘，所以整個海峽幾乎沒有人敢做通行了。美國退役的海軍他預估說，美軍接下來必須連續數週，而且每晚達到200次的空襲，之後還要有這個2到3艘的軍艦護航，才可能恢復商船在這邊運航的一個信心哦。再來就是另外一線紅海的部分，我們來看到伊朗，他把他的革命衛隊的高層，還有飛彈設施、無人機技術都送往也門去強化胡塞對這邊的影響力。而油價的部分，現在大家最擔心，因為已經破了$100大關一桶，有沒有可能站上$150？這是來自於專家的最新說法，也會影響到全球的能源命脈、油價的部分。那苑老師怎麼看？
剛剛主持人所講的這些重點呢，牽涉到3點呢，非常重要，涉及到這場莫名其妙的戰爭。啊，這場戰爭從頭到尾的話呢，也語言不詳，毫無目的，打停打啊 ，MOU 才剛簽的，我自己還花了一些腦筋記着14條，現在突然就馬上取消了啊！這個我跟你講，這真正莫名其妙。首先第一點呢，這個大家要了解啊，這個伊朗的話呢，對於這個荷姆茲海峽原來是自由通行，現在變成我主導，不管收不收費，反正服務費收定了，你要過阿曼海峡。那個阿曼那個地方的話呢，是過荷姆茲海峽，那你希臘船沿着阿曼過，照打不誤，這個訊號非常嚴重。是。然後第二個的話呢，所有的這個船呢，你看這邊所講到的話呢，就是連黃金啊、飛彈啊、設備啊什麼的、軍人啊什麼的，通通都派往也門的胡塞武裝。我強調哈，也門進去如入無人之境，也門是一個伊朗的敵對國啊。那胡塞是也門裡面的叛亂組織啊，現在提供也門的叛亂組織如入無人之境，表示這個情勢多混亂。現在也門的這個胡塞武裝裡面所出現的一個現象，就是說，他要鎖住紅海另外那邊。為什麼這個紅海這邊這麼重要？因為它是曼德海峽。大家打開地圖一看，就原來的話呢，中東波斯灣產油的大國是沙特，沙特的油透過紅海還算是勉強可以出來。現在沙特的話呢，也門這個叛亂組織胡塞警告沙特不能夠經過，所以沙特就嚇到了，就不敢經過，不敢經過整個波斯灣2條海峽，一個荷姆茲，一個曼德海峽，鎖得緊緊的，一滴油都出不來，沒有油船公司敢再繼續送油的。那在這種情況出現了第3個問題，大家知道油價嘛？現在已經估到多少？原來我跟我自己做私募基金講，他們估的油價就是180。那現在的話呢，你剛剛講的是可能150最高，150那個時候是想到那個 MOU 大概有點希望了，降到70、80不到啊。那現在一下子 double 了。那我問大家，世界的經濟哪裡受得了？我們講我們自己就好了嘛。講我們自己裡面涉及到了油氣，那這個還得了？那個台灣夏天的時候可以洗冷水澡，你到了冬天怎麼辦？那看樣子這場戰爭不會結束的。所以說這裡面整體，而且我覺得最嚴重的是，伊朗真的是卯足了勁，把他所有的反抗之父全部搞起來。最近聽說以色列殺了那個哈馬斯，殺了個半天，哈馬斯又起來搗亂了。對，好像還得了，都沒完沒了了。那這個中東沒完没了以後，這個油怎麼辦呢？我跟你講哈，這個只有靠這個大陸是沒有問題，那靠俄羅斯的油嘛。所以這個情勢真的是非常麻煩，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也沒人知道下面要怎麼辦。今天的每一站是3個大主題，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我們先來看到第一個哦，美軍已經狂轟伊朗，達到第9個晚上了，甚至現在還出動了 F-35、F-16戰斧飛彈。但是伊朗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它的大攻勢，這一波攻勢叫做納斯爾2，反擊到已經第20波了，造成更大的一個美軍傷亡。準備現在來自於美國的說法，接下來會迎來更大規模的戰爭嗎？第二件事情來看到伊朗的飛彈已經突破美軍的防線了，美方現在着急的事情是在查說這到底背後有沒有中俄的情資在後面幫助呢？美國現在真正擔心的到底是不是背後的大國所做的支援呢？第3件事情，我們要來看到美軍要封鎖伊朗，控制荷姆茲海峽，但是油輪仍然是看到在荷姆茲被攻擊哦。中東盟友現在怒吼說，我們依靠美國，怎麼讓自己反而成為了戰場的目標了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特別做深度剖析。這一場中東戰我們可以形容已經到達了一個臨界點。美國中央司令部最新證實，美軍第9晚狂轟伊朗，從最初當時鎖定的目標是伊朗革命衛隊的基地、防空飛彈系統跟無人機的倉庫等等。觀眾朋友，我們來看到現在它的攻擊範圍是一路的擴大了。最新消息，戰線已經一路到達了沿海的監視系統，甚至是港口周邊，還有各種的軍事設施，並且現在呢，包括了美軍的戰斧巡弋飛彈 F-35-16輪番上陣。伊朗證實了，確實他們現在多個地區，包括了格什姆島等等地區都被打擊哦，並且傳出了爆炸聲，6枚飛彈直接在格什姆島的這個周遭被打擊哦，它的外圍被打擊。更值得注意的事情是，這場戰爭不會只有如此而已。來自於最新消息，《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引述美國官員的說法，美國現在正在準備迎接
更大規模的一場戰爭，而且我們看到軍事行動確實有在跟着進行當中，包括了他接下來已經說了會部署德國的 F-16，英國放在德國的 F-16，還有放在英國的匿蹤 F-35戰機都會全部往中東去做運送。並且已經通知以色列了，說接下來美方會增派數十架的空中加油機，讓總數可以恢復到戰爭初期當時的60架。美國中央司令部也證實，現在超過5萬名美軍已經部署在中東地區，他們是準備隨時要待命去展開戰爭的。美國官員也坦誠了，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說這個戰損的問題還是非常的大，而且長程精準的彈藥庫存仍然是快速的消耗當中。而我們現在也要看到的是，美方有新一波的攻勢，当然伊朗的方面也是火力全開。最高領袖穆吉塔巴怒嗆川普的簽名可以說是一文不值，毫無公信力，揚言接下來要讓美國付出慘痛的代價。隨即就對我們來看到革命衛隊展開的這個叫納斯爾2第17到第20波的軍事行動，打擊美軍在約旦的基地。來看現場最新畫面。Oh my God! Get cover! Get down! Close! 伊朗的這一波襲擊的力道非常的大，我們也來看到細節。除了約旦基地之外，還轟炸了包括在科威特、巴林的美軍的基地，美軍陣亡死傷現在累積18人，還有400多人受傷，數字還在持續的上升當中。那麼伊朗出動了包括了海巴爾等等的彈道飛彈，還搭配了見證者無人機。那麼我們來看到5天之內狂轟約旦一共達到了4次，當中美軍的多個基地還有美軍的人員受傷。我們看到包括了第2個轟炸的範圍到了約旦東部是黑鷹直升機的基地，都遭到襲擊。大量的美軍直升機因此而受損，許多的美軍在這個轟炸的期間趕快急奔掩體，但是他們還是有非常多人受傷甚至死亡哦。那麼，所以今天節目的一開始要請教艦長怎麼看了伊朗的這一波最新的20波打擊，造成了實質的美軍傷亡。現在呢，美國方面也增派了 F-35-16空中加油機，要來全面迎戰嗎？艦長怎麼看？其實我們看啊，這個諒解備忘錄現在應該已經被丟進垃圾桶，也就是無論是美國或者是伊朗，現在已經完全失去我們看到諒解備忘錄裡面的相關要求。那如果我們看就是最近幾天的一個攻勢的話，我們看到這一些一個一個小圈圈，有些是被確認的，有些只有影片，那但是呢，它沒有辦法確認實際上的狀況的，那它會用不同顏色區分出來。我們看到之前這邊在一開始的時候是24個，那我們看到說，如果最新公布的是18號的話，那也就是這裡是23個。那如果說我們仔細看它攻擊的到底是哪些目標呢？那也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無論是格舍姆島，那也就是最大島。那為什麼它攻擊最大島？那其實因為最大島上面有非常多的像漁港一樣的小港，那可以提供蚊子艦隊那它停泊以及出擊。那另外呢，阿巴斯港也就是最靠近阿曼灣的一個大港，那所以也是不斷的受到攻擊。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另外一個狀況，也就是美國不斷的對這個阿巴斯附近的橋梁進行攻擊。那這一個一個標示的都是橋梁，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那有可能是為後續的這個可能的一個登陸戰進行準備，也就是當我把你的這一個橋梁通通都打斷之後，你沒有辦法後援，可是從海上來的這一些陸戰隊可以不斷的增援，那這個也就是先切斷有關於革命衛隊或者是伊朗國防軍的它的一個後續的支援的部分啊。其實我們看到美國以前一直在打的，也就是新式的這個從1990年開始的外科手術式的戰爭。可是現在我們看到，從2月28號打到現在以來，已經幾乎可以打的節點都打掉了。那為什麼還沒有辦法控制這一個戰局？所以他們又回到以往的作戰形態，也就是從部隊的對抗，一直到人口，一直到基礎建設，最後來癱瘓
整個的一個伊朗。可是伊朗現在看起來，我們從之前他的國喪，我們就可以看得到，其實他們的這一個社會的連結是非常強的，也就是一致對外。那美軍的攻擊是不是有效呢？那實際上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到說，這一個從伊朗的反擊，伊朗反擊在哪裡呢？我們現在看到它攻擊了科威特港口的這個地區，這個地區它部署的到底是什麼？也就是我們看到的美國戰術飛彈的部分。那這個也就是我們講的海馬斯。那海馬斯其實都可以被這樣攻擊的話，也就代表着他們其實隱蔽跟掩蔽是很有問題的。就像我們剛剛看到那段影片，請問大家是不是看到了非常多的美軍其實都在那個廠庫旁邊？為什麼他們沒有收到警報呢？還是他們忽略了警報？那另外我們剛剛看的是白天，我們看晚上的集束炸彈攻擊的話，那我們就会看到，其實為什麼還可以在這邊可以這樣拍？他們認為沒事，但是這個才剛拍完沒3秒鐘，直接集束炸彈就在旁邊爆炸，所以這就代表說，他可能是敵情的觀念不足，那或者是他們輕忽了伊朗攻擊的一個成效。那但是我們這樣看啊，其實現在這場戰爭開始慢慢外溢了。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美國動員了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去打這個胡塞組織，那可是呢，胡塞組織其實就是伊朗在我們看到這個也門這個地方的一個抵抗之狐。那如果是這樣的話，現在胡塞組織已經有風聲說，他們未來有可能的話會封閉曼德海峽。如果曼德海峡被封閉了，那我們講到說這一個霍姆茲海峽也被封閉了。那之前我們看到沙烏地阿拉伯透過這個他們這個油管往這一個紅海運輸的這個原油這個就破功了。那如果這個破功的話，實際上來講，整個的打擊是對於全世界的。好，所以這個是我們看到這個美伊雙方對對方的一個最新一輪的攻勢。穆吉塔巴持續的嗆下說，美國沒有公信力，接下來會展開新一波更大規模的一場報復。那美軍的情資也特別顯示，很快的另外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很快就會展開了。那目前呢，其實美國的官員他們自己也很擔心，因為他們自己也坦言，现在呢，伊朗不只是飛彈數量，他們看起來是沒有減就算了，突破防空的系統的能力還比戰爭初期還要更加的成熟。另外，美軍現在也付出它的政治上面的成本，因為呢，你現在要駐軍在盟國，你的政治成本變得更高了。盟國这些在中東美軍基地的盟國并不相信美國。楊老師怎麼看接下來這場戰爭的發展？首先，我們要了解大概跟戰爭剛開始的時候有2點，到目前為止還是維持不變的第一點，雙方都表現某種的克制。第二點，現在雙方都在打消耗戰。那克制怎麼講？第一個，美國方面他就很克制的不會去打全面戰，也不會去打地面戰。那他寫給國會的信當中說，這是一個有限度而且是這個限制的這個戰爭。那換言之，他可能已經設了這個時間表。那他第二個克制美國方面呢，我們就要接下來觀察了，因為川普曾經在推文上面寫說，7天如果還不接受我的條件來進行和談的話，他就要打橋梁，再7天呢，他就要打電廠，對，那就民生設施了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個人覺得他不敢真的這麼做。是，你要是大規模的去打民生設施這是違反人類罪耶。那伊朗這方面呢，到目前為止的克制表現在他沒有去打海灣地區國家的這些能源設施。這個在初期戰爭的38天到目前為止，雙方都有這個克制。這個一打下去，大家基本上完全掀桌子了。那第二個消耗戰，我覺得美國跟伊朗的消耗戰有2種，我們只看到第一種，那就是軍備、庫存還有價格那種不對稱。比如說見證者136，那個就是伊朗的無人機，才多少？3萬塊美元。然後呢，愛國者3號3型飛彈呢，多少？一枚300萬美元，就差了多少？100倍是。然後呢，最重要的是那無人機好做愛國者飛彈這個來不及啊，1個月才多少？幾
枚而已吧。因此它事實上會呈現這種消耗戰，打到後來美國沒有彈藥可以打，然後你當然現在所有的防空的能量也都不足了。哦，你針對這些見證者136的自殺型無人機，其實也沒什麼這個足夠的彈藥可以去做防空。然後呢，你雙方的比庫存價格，這是一種對美國而言已經處於不利。所以你看他連續打了8波9波，這個講起來好像媒體上看起來就是很這個規模很大，可是呢，伊朗剛才那個畫面就解釋了一切。對，哦，也就是說，伊朗其實也可以很精準的，而且美國在毫無預警防備的情況之下，就這麼蹦蹦蹦連續的來。對。第二種消耗戰，我覺得大家其實要特別注意到的，我覺得市场啊現在快開始注意到。第二種消耗戰是什麼意思？就對美國而言，它消耗國際能源，它消耗油價，油價會偏高了，你再打下去，然後呢，你的經濟通膨，還有你的選舉內部的法律政治的壓力，川普政府這個消耗戰根本沒有辦法再持久。我覺得2個禮拜它根本撐不下去。那對伊朗，它有沒有這個消耗戰？當然有，它的經濟，它內部的壓力它也會有。可是你知道，當它被轟炸的時候，它內部的那種凝聚感。其實是可能更強的，強硬派反而會更佔上風，所以你現在如果只是講2個禮拜或者是2個月，美國在消耗戰上一定會居於這個下風，但如果說你要在這個2個月以上，我們就難以想象，因為那個時候整個國際情勢、經濟、能源就會完全不一樣。對，好，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現在目前為止這場消耗戰居於劣勢哦。那剛剛我們也看到這個畫面了嘛，就是美軍基地哦，在約旦的基地被伊朗給狂轟哦。那之所以美軍基地遭到這個打穿之後呢，現在美國內部也開始做檢討，議員他們開始檢討是說，是不是大家沒有查到？伊朗的背後是不是有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在幫忙提供這些可以做攻擊的情報呢？這個是一個問題，等下請教尚志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關於荷姆茲海峽了。最近呢，2艘郵輪在荷姆茲海峽又是遭到了攻擊、爆炸、失去動力。當然，現在呢，把矛頭指向了美軍哦，聲稱這些郵輪，這是伊朗的說法，聲稱這些郵輪是在美軍的鼓勵下才去使用這條航道的。看起來，這個伊朗就是表明說，這個荷姆茲海峽還是由伊朗我說的算。那尚志哥怎麼看？好，我們現在首先看一下到底美國在這一波那麼下了重手，而且看起來如前面所提到的部分，這個談判幾乎好像就撕毀了。但是美國打的確實有一些就是集中性，比如說對於整個荷姆茲海峽的部分沿途轟炸。然而到現在看起來，你還是覺得美軍的整體的對伊朗的攻擊或整個戰略還是不清楚。比如說你現在打的部分，你到底要不要把哈爾克島拿下來？其實你可以拿下來，但你拿下來之後，其實說，因為你現在就是破壞，然後美國現在放重話開始打水電廠、打核電廠跟民生設施，聽起來是厲害的喲。可是事實上，其實伊朗也不是省了燈啊。伊朗在昨天才剛剛公布，你現在打我，確實沒有錯，因為在19號的時候，美國已經攻擊伊朗西南部的這個核電廠了哦。那一打之後，伊朗馬上公布11個清單。11個清單是什麼呢？波灣所有國家，幾乎每一個國家的核電廠跟海水淡化廠都至少2個。也就是說，我現在清單都帶了，這些都我要打的。而且要知道，水電廠跟那個核電廠是綁在一起的，要有電才能這個。所以這裡頭，如果你打我，我不是打你美國，但是我打所有波灣地區，而且這裡跟美軍基地的水跟電從這邊來嘛。所以說，美國的到底它的戰略清不清楚？但我們相對來看，那美國當然還是有做。第一個，它繼續的集結兵力。包括從歐洲甚至從日本、韓國抽調以轟炸機為主的各式各樣的軍機過來，然後也增派了很多1萬多人過來，對，然後也拉北約。那現在北約當中有8個國家也都表達了部分的支持之意，甚至也都傳出說烏克蘭的部分無人機已經開始加入了，在這裡頭幫助美軍來攻擊伊朗。那麼美國當然有些集結的部分的行為，但是你說這樣子的這個戰術做法，伊朗呢？你看我們伊朗這幾天回去，首先我们看伊朗。把原先它叫做這個代號，美戰它叫真實承諾，都是回擊嘛，因為你攻擊我，我才回擊你，叫真實承諾。可是7月份，伊朗已經正式把名稱改叫做勝利行動。這幾波當中，勝利行動1、勝利行動2，所以這裡頭它是反侵略，它已經是有攻擊性，甚至要毀滅性了。就是說，對美軍基地，我們來看伊朗怎麼打。他來打美軍基地是很清楚的，首先打你重要的雷達。
雷達打之後打你的，現在打你的機庫。要知道那麼多美國厲害的飛機在空中，現在伊朗沒有能力空戰去打這些來轟炸的這些上百架飛機。可是你飛機要下來，你飛機要都停在美軍基地，你只要停在地面上，你再貴的飛機停在地面上打的就是廢鐵。所以伊朗很清楚，然後伊朗還打什麼美軍的宿舍。对，很好，然後還不止，還打什麼伊朗一些高級軍官住的大飯店、5星級飯店，所以這種針對性，你看伊朗真的是被美國打得越打越頭腦越清楚。其實我剛講這一波的反擊，這一波的下重手，恐嚇你，我要打其他的地方，這個水電站、核電站，然後我出手的打你美軍基地，這個集中性真的非常非常高。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打，如剛剛楊老師所提到的，我不認為伊朗會打輸。我們最後看到的這一波7月打的都是伊朗的最新導彈，都不是庫存貨哦。那美國雖然調了很多，包括愛國者荷姆斯飞彈來，還是一樣。這個部分其實還是用來舊的部分的東西，而且造價昂貴，所以持續打下去，我覺得伊朗還是有它對抗的本錢。